冷风上门提亲反被羞辱，我直接让他成为大夏战神。大妈，冷风你们应该听说过，旁边这位是三金，冷风的兄弟。二位好，我是三金，算是冷风的家里人。冷风这小子不懂事，我就赶紧来一起上门赔罪了。三金给冷风使了个眼色，冷风瞬间会意。那个叔叔阿姨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跟小云无关，千万别责怪小云。哼，冷风，你可真够有本事的，把我闺女忽悠的团团转，死心塌地的要嫁给你。我倒想问问，你有什么资格娶我女儿？冷风一时语塞，以龙家的背景，冷风确实配不上。我龙家乃是皇亲国戚，战士世家，你呢？犯过事，现在又只是个保镖而已，要身份没身份，要地位没地位，又能给小云什么？龙叔叔，龙叔，我兄弟在社会上还是有些身份地位的，当然了，钱也有不少，绝对不会苦了小云。哈哈，我龙家虽说是战士世家，但资产规模也有数十亿之巨，我女儿嫁给他，生活质量定然会降低许多。数十亿，那点钱还不够我兄弟身价的一个零头。3年前，他身无分文的狼狈逃去港城。3年后，你告诉我他身价超过了我龙家，原来他就是用这种鬼话骗我女儿的。冷风，人可以穷，但绝对不能没有骨气。撒谎的人是我龙印最讨厌的。冷风，彩礼到了，去开门吧。下一刻，整个阳台闪烁起了璀璨的金色光芒。龙叔，这些黄金总共加起来有1吨重，算是给小云的5金了。我的妈呀，好多金子！柳露眼睛都看直了，狂吞了几口口水。此时三金拍了拍手，又有几十个人提着密码箱走上前来。紧接着，一箱箱100元大钞整整齐齐地出现在了众人面前。这是冷风给咱们龙家的礼金，一共是10亿01块钱的现金，代表冷风对小云一心一意。10亿的现金，光是这些就已经有龙家家产的5、6分之一了。冷风，你弄这么多彩礼干嘛？都给出去了，我以后花什么？叔叔阿姨，我是真的爱小云，我要娶她，我会用一辈子去呵护她，绝对不让她过半点苦日子。哼，这些彩礼若是我龙家真的想要，并非收不到。冷风，你还漏了一份彩礼没给呢。说着，三金取出一份文件。龙叔，你看看冷风的这份彩礼能不能代表他的诚意呢？下一刻，浏览文件的龙印猛地跳了起来，满脸的震惊。三金先生，好大的手笔！三金哥，你到底做了什么？拿你的股份去置换了点东西而已，一会你就知道了。龙家主，这份彩礼可入得了您的法眼。龙印身躯一颤。三金先生，我不是卖女儿。但最后这份彩礼是什么东西呀？你快说呀，急死我了！是一块油田，而且是骆驼国近期拿出来拍卖的油田里最大最难买的35号油田，大国地主去谈判都没买到，没想到现在程小云你的彩礼了。三金哥，这彩礼太贵重了，这是拿你的钱和你的股份置换的，你别怪我乱花钱就行。老陆，差不多得了，我看这门亲事能行。但那可是一块油田啊！我要是嫁了，咱家就有一块油田了，说出去多牛叉啊！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中，龙印脸色由阴转晴。女儿，这门亲事我同意了。冷风，还不感谢你岳父大人？爸，对。冷风，婚事我虽然答应了，但是还有一个条件。叔叔，您尽管提，只要我能做到，我肯定答应。是这样的，我龙家一脉单传，到了小云这就他一根独苗了，所以我想让你入赘龙家，你看如何？话音落下，气氛瞬间冷了下来。爸，你胡说什么呢？都什么年代了，你还让人当赘婿？你不是说能为小云付出一切吗？既然如此，何必在乎入不入赘呢？都是个形式而已嘛。叔叔，我是爱小云，可是我从小到大接受的都是传统教育，孩子是我的，那就必须跟我姓。哼，如果你不愿意入赘，这门亲事我也只能作罢。爸，哪有你这样的？龙家主，我兄弟身家100亿，又是鸿蒙会的会员，就这样，你还是不愿意成全他们2人的幸福吗？我同意了，以他的身份给我龙家当赘婿，难不成还委屈了他吗？三金上前一步，气势凌人。我兄弟都配不上你女儿，我倒想问一句，什么样的人才能正常娶你女儿？你可知我龙家背景？不知。龙乃皇室之姓，我龙家属皇室分支，又是战士世家，寻常的商贾走卒，任你身家再高，也不配高攀我龙家。哼，三金，如果今天提亲的是你，或许我能给你这个面子。可惜提亲的是冷风，说白了，他不过是你身边的一个保镖而已。想要娶小云，还不够资格。冷风顿时一阵心灰意冷。的确，龙家能让我入赘，都算是给我面子了。那什么样的人才算有资格呢？只要是一名一星战神，不管他的能力与财富，我都会答应。可惜啊，冷风曾经犯过事，莫说是一星战神了，当一名普通的战士都没可能了。大，你这纯粹是难为人。以冷风的这个年龄，怎么可能封战神？历史上从未有过30多岁就封战神的记录。好，我入赘。小云，你为我付出的太多了，入赘就入赘吧，反正我知道你爱我，这就够了。可是，没什么可是的，这是最好的解决方案了。不行，你说过，一个老爷们宁愿死，绝不跌份。我们现在就私奔。来人，拦住他们！
一瞬间，10几名精英战士将两人围了起来。叔叔你放心，我是不会跟小云私奔的。小云，既然牺牲我的尊严能让所有人都得到最好的结果，那牺牲就牺牲吧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！下一刻，三金的声音突兀地响了起来。不就是一星战士吗？这有何难？三金，你这个笑话可真够好笑的。一星战神可不是大白菜，你难不成以为有钱就能封神？全大夏在册的战神一共不足500人，其中一星最多，但也只有不到250人。能封战神者，无一不是在战场之上立了大功的战士。就算你身价再高，也绝无可能册封战神。三金，没把握的事你可别瞎说啊！小云，既然三金哥说有办法，那就一定有办法。走吧，冷风，带你册封战神，咱们再来提亲。说完，两人转身离开，没有半点犹豫。难道这个三金真的有办法让冷风成为一星战神？一定可以的。真以为战神是什么阿猫阿狗吗？哪一个不是差点把命丢在战场上才换来的封号？就凭冷风犯过事的前科，他都不可能成为战神。家主，天策战神带着他儿子萧明辉来了。快有请！天策战神，好久不见啊！龙家主，我这个儿子一直说想小云了，恰好咱晚上不是有一个重要的仪式要参加吗？我就提前来你家坐坐，也让年轻人增进一下感情。我跟他有什么好增进感情的？龙家主，听说今天晚上的册封仪式是为一位非常厉害的人物专门搞的。的确如此，据说五老星里的天机星风弘扬、总督沈傲都对这次要被册封的大佬推崇备至，说他为大夏国立下了弥天大功。最近也没有什么战争发生了，能有什么弥天大功？这个我也不太清楚，知晓内幕的人只有大夏国最顶级的那几位。这件事我倒是清楚一些。全场顿时安静了下来。这次的册封仪式来了很多战区高层前来观礼，你们知道吧？我听说天机星和沈傲会来，还有帝都战区总指挥花铁，这么多大佬来观礼，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吧？哈哈，你说的这些人不过是冰山一角罢了。难不成五老星也要来？根据我得到的消息，3星以上的战神，还有各大战区的总指挥、副总指挥，以及五老星，还有20位总督，今天晚上必须全员到齐，见证这位神秘大佬的册封仪式。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冷气。据说，要不是地主身体有恙，也会来参加仪式。看来这位神秘大佬是真的立下了弥天大功啊！天策老弟，你晚上跟我一起，我看看能不能让老爷子想办法跟神秘大佬攀攀交情，哪怕只是混个脸熟，对咱们的小辈也有无穷的好处啊！龙家主，那我就厚着脸皮沾你们的光了。另外一边，三金带冷风来到了沈傲的总督府。三金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我来跟沈总督您谈一笔生意。什么生意？这次的册封仪式，我想加一个人进去。我兄弟冷风，前战狼大队队长，我想让他也册封个一星战神。三金，你当这是过家家呢？这是能随随便便往里加人的仪式吗？所以我不是来找您商量吗？不行，绝对不行！你这是在胡闹。如果我说把页岩油开采技术使用权无偿授权给大夏国使用呢？沈傲沉默了。册封仪式加一个保镖，的确是非常离谱的事情，但奈何三金给的诱惑太大了。不行就算了，大不了我去找其他国家谈这件事。我相信这个条件，莫说是册封个一星战神了，就算是给个总指挥的名头，对方都不会眨一下眼。别，有话好说。这样，我帮你问一下上封城吗？行，那我们就等沈总督的答复了。虽然不符合规矩，但是三金给的筹码太诱人了，我认为可以破例。冷风这个人我调查过，小伙子本质还是一名非常合格的战士。反正都给封号了，那就给的高一点，就册封冷风一个4星战神吧。上峰这是在讨好三金吗？